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大家好，我现在呢又在我们肖哥的工作室，然后我今天约了一个大来宾，我们来欢迎平原方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原方中。今天我们要给历史哥来开箱一点点衣服，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事儿呢？起源于上次我通过这个好朋友的关系之便，因为我是岛连线的忠实观众，然后我就经常去给王潇发消息，我说岛连线什么时候更新，什么时候更新。结果上次你们不是办见面会，然后他说更新了，这次你可以来线下看。哎，我说好，我特别想见历史哥。然后在见历史哥之前呢，王潇就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，说我不是做衣服嘛，让我给历史哥带一点，看看有什么适合历史哥穿的。那我就带了一些过来，结果历史哥非常支持我们的产品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新的东西再给历史哥试一试。这个有点意思，因为呢，这个平原方中是我们岛的忠实收视户，我是平原方中品牌的爱用户。就确实，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身材有一点接近，是对，所以我们的衣服你穿都会比较合适一点。对，但是昨天把它穿掉了，所以今天呢，这个没有办法穿。但是你今天穿的也蛮好看的。对，但是有个重点，今天你要拿了衣服来，对，我们可以有新的衣服穿一穿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件新的双排扣灰色的西装，因为我看那个 blazer 你穿的蛮多的，对，双排的，然后这个是一个灰的，好试一下。你知道我最近这个就一个很笨的事情，我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。里面那个扣子，我一直想说，我一直以为它是备用扣子啊，所以有一天我想说，为什么里面只有一个扣子？然后说我领悟了，原来是扣上去的。对，因为它有一个点，就是你双排扣，如果你里面不扣的话，它会落下。对，下面这个地方就会容易不平嘛，它会容易，比如说往这边拉，对，然后往这边，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固定点，还蛮合适的。那双排扣是要这样子扣着会比较好吗？还是如果你希望自己看起来比较怎么说庄重一些，那下面就扣起来。如果是平时的话，我一般是不会扣下面扣子，就是所以上面这个是肯定扣的，下面这个扣不扣都无所谓。了解，所以这可以做一个这感觉。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是挺好。然后我们会送这个方巾我还不太会用，今天是不是跟你学？这个其实蛮简单的，你只要把它放进去就好。对，你可以。就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你把它像这样对折一下，然后这样再对折一下，然后你找一个，你就随便找一个角，像这样，比如说像这样把它放进去。但是我们一般新衣服这个地方口袋是封死的，因为就确保这件衣服没有别人穿过。然后我们会把这里打开。需要拿个刀子。自从这个开始跟着平原方中还有肖哥学穿这个穿搭之后呢，我最大的困扰是我的衣橱太小。因为以前设计的就是一般直男衣橱，对，就是很简单的 T 恤，然后因为了上节目就简单的几个这个衬衫跟西装就可以搞定。应该是你在家里的衣橱是你太太的1/5。对，就当你把你的穿搭开始自己掌握之后，会觉得多了很多开心的事情。这倒是真的，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消费的这个量的。其实因为我们送的这块比较小，所以我一般就把它像这样一折，然后这样一折，这样一折，然后就放在那就好。反正折什么样都可以，就是你只要让它轻轻的露一个白边。哇哦，它有一点点的点缀效果，因为一般来说西装颜色是深的嘛，然后你这个颜色是浅的，它就看起来这里有一个突出。它有一个好处是它会让你胸部也会看起来饱满一些，因为它里面这里有一块布料，然后西装都是要让你的胸部看起来比较挺，然后呢腰收进去，所以它有一个辅助的一个效果。这个小巧是挺好的。我们有一个这个衬衫，这个衬衫是因为现在上海不是比较冷嘛，这个衬衫我们是缝了羽绒进去。太好。但是它是一点点的羽绒纤维，然后它里面有做那种拉毛，所以你穿起来会比较暖和一点。那我就可以不用再穿个内搭了，因为在台湾的话喜欢穿洋葱式的，所以我就可以把内搭给。对，可以把内搭换掉。对，然后如果没这内搭，我们是用好冷的。对。你可以试试看行不行，因为我前段时间去韩国，我就穿这个衬衫，韩国也蛮冷的嘛，因为它比较相对靠北一点。好的，我们换一下。一方面是羽绒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纤维叫暖浆纤维。暖浆纤维就是它是
就服装有一种纤维的类别叫再生纤维素嘛，它是把植物的纤维打碎了、溶解之后再去重新做的。就它根据原材料的不同，它会有保留原材料一定的特性。它特别的软啊，这个手感是蛮好的。对，我有发现你家的衣服都对，因为就有人管我叫化纤大王嘛。对，然后就是我会比较喜欢找这些有趣一点的，然后但是你手感又很好，虽然它可能卖的不贵，但是你摸起来啊、穿起来你的手感是要是好。我发现这种科技材质反而是现在当代的更好，因为它的机能性更好。对，而且它说实话，这个成本会低一些。所以又可以穿出好看的感觉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就换个装。好，我们换完了，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很喜欢平原方中的一个小巧思，就是它这里有个暗扣。那这个暗扣的话，就是说，因为通常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肚子吧，它会把它撑开。当然，我觉得我维持的还可以。对，因为我自己个人因为不爱喝啤酒，所以啤酒肚少了一点。对，但是它这个确实很好，因为还是会让它更挺一点。我想这个小巧思我特别喜欢。对，这躲在这个里面。因为少了这个，很多衬衫它就是对会容易顶出来。对，没错。刚好我觉得用黑裤子还蛮百搭的。哦，你上次那裤子我还没时间去修，因为那长度长的是吗？对，还没时间去弄。所以我这个裤子是那个 Brook Brothers 就那个美国品牌。但它这个是属于日式款，它会细一些。对，它是日式款，然后它刚好今天看起来比较舒适，因为我里面还穿了一个内搭裤。你真是怕冷。对，这个就是你最近穿的比较多的，应该。对，我一口气把它所有颜色都买，因为我在市场上找不到他们可以替代平替的裤子。明白。因为他们现在是说，他们以前都是做40几岁，就是我们讲就中手男。然后他们最近往下做，做到大概35左右，轻手男，那就对我们来讲刚刚好合适。所以说你有什么颜色通通拿出来，一口气就把它给扫了。对，然后它就比较挺。那个挺有个好处就是，而且你如果就是送洗，因为我都拿来用送洗的。对，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方便。对，今天让这个有一个领带，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设计的，我们是用了一个好像是明代的画家，他画的一幅叫《春山官铺图》。哦，我知道。从那个图上面去截了它那个结构，然后再把它里面去做了一些花纹的填充。因为我平常是没在用领带的，还没学习这件事。然后这个，因为其实我给你拿的，你可以看一看。因为其实我给你拿的衣服，我有考虑到你的职业相关嘛。我觉得你做时政类的内容，就最好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太有攻击性。对，就是包括领带还有西装这些，就这件虽然是双排扣，但是它颜色是比较温和的。对。然后包括领带也是纯色的，你看起来就不会太突出，但是呢又显得稍微有一点品味的这种感觉。是，但是这个像这个怎么绑的会不会？这个扣子应该你扣起来是不会太紧。我们叫风纪扣，你们叫？对，我们也叫风纪扣。如果是在中山装上，我们叫风纪扣。那在西装上叫什么？西装没有这个扣子的。西装没有上面的扣子的。衬衫我们就叫第一颗纽扣嘛。你这第一颗，我们都叫风纪扣。这扣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。然后领带很简单的打法就是，台湾的观众可能小时候没有打过红领巾，然后对，我怎么用简单的方法来形容它？这个打法叫4手结，就是4步。先是我们把它搭在脖子上，然后呢，领带一边是宽的，一边是窄的，我们叫大件和小件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大件搭到小件上，像这样。然后呢，把大件绕过小件来，像这样。这是第2步了啊。第3步把大件从前面这个地方再绕过来，然后第4步是从上面穿过来，然后穿到刚刚这个结里。这是一个各种场合都可以用到的，也是领带最简单的一种打法。其实我平时也就用这种打法用的比较多。我感觉我等一下得练习一次。都打得不好就当花絮，然后把它拉起来，稍微调整一下。我们一般会把这个地方打出一个窝来，我们管它叫酒窝，就是它会显得这个领带更饱满一些。然后把它拉好之后，我们调整拉小件的这个长度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到这个衬衫领的最上面。
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打了就不拆了啊。对，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通过小件把它调松，调松了之后你直接拿下来，这样也是 OK 的。我刚开始穿西装的时候，就是请别人帮我把领带打好，然后有一条领带我可能大概有1年没有把它拆开过，然后后面自己学会了之后，发现也还是没那么难。因为我真的很少打领带。一般现在其实打领带场合比较少，对，但是更多的对于我来说，可能更多的它就是取悦自己用，就是我今天我觉得我穿的挺好看的，我再来一个领带去点缀一下，这样子。哇 ，OK， 就它会中间有一个窝，看起来会饱满一点。对，而且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。对，因为像我们常跟一些这个前辈老师一起上节目，然后他们就都是非常非常正式的打法。有些像这个一些老师，像这个介文杰老师啊，然后像这个蔡正元博士啊，他们会打一个倒三角的那种。对，他们打一辈子，他们是打得非常的紧实，对，然后很漂亮。他们打的结叫半温莎结或者是温莎结，他们会更像三角形，这个地方就会更饱满。那个就是比较偏向外交跟非常正式。对，它就是比较非常正式的场合才会用。因为我看他们永远的西装非常板正。是。然后他们还会教你这个扣子什么时候应该扣，什么时候应该不扣。对，这个还蛮有趣的。好，这套试完了，然后我们还有一套相对来说比较户外一点，它适合一些非正式的场合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平原方舟有一个点，为什么我特爱穿它的？因为里面很骚气。对，我们就一点这小巧思，那个紫色的，然后因为这个人家可以看不到，但其实你喜欢。其实我个人很讨厌紫色，但是这样配的时候，我们西装的后领也是。对，但是你这样配的时候，你说服我穿紫色。哇，我的荣幸，真的，这真的是我真的很不喜欢紫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呢，这个是我很少会把紫色穿身上，因为我另外一套它也是这个对，它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吗？对，我们的特色细节，所有的衣服里面都有，因为这个袖子的西装袖子的里部是要不一样一点的，因为它袖子你的手经常伸进去会跟你的指甲摩擦，所以它里面要更耐磨，然后会有防静电的效果。我们会加一点叫导电丝的东西在。这个是不是要？哇！因为它如果你经常那个的话，一般来说里部都是容易起静电嘛，因为你手要经常摩擦，所以袖子的里部都是做了防静电的。哇，就是这个，所以其实衣服好不好，在这些小事上其实蛮重要的。对。因为这个在传统衣服上，他不会去顾及这些事情。因为怎么说，西装应该算是所有男装里面结构最复杂的，所以它其实经过几百年的发展，它对每一个地方的穿着需求是有比较好的考虑到的。然后它这个是可以，你看，对，这个是可以穿进去的。对，而且你这个，它这个也很可爱，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平原方舟。突然想到这个，你还没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你叫平原方舟？因为我的名字就叫平原方舟。对，所以这个平原方舟它的这个品牌真的就是他自己的名字。对，我就是实名上网的，跟王骁一样，只不过别人不觉得我这个是实名上网而已。这个 logo， 我每次人家介绍，我说你穿这个什么，我就打开。哇！我说平原方舟，我跟大家说这个名字很特别，因为这是他本名。他说4个字吗？我说对，这就现平原方舟。你看我是不是这个平原方舟爱用者？是，就是这么来的。是。那我这个是平常你就是扣起来多还是？我一般会扣起来，因为它做3粒扣。这个是一个来自于猎装的款式，就是以前的人会穿这样的衣服去打猎嘛，所以它质地会比较粗糙，相对它会耐磨一点点。然后它也是有一个这种棕色千鸟格，它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下是有一定迷彩效果的。因为以前的人穿衣服，他们都是我今天要去什么场合，我会跟这个场合穿的有一定的融入感。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喜欢穿灰色的深灰色西装，因为现代的钢筋水泥的结构是灰色。然后像这个衣服以前就是在自然的环境下，它可能有些枯草啊，有些泥土，它就是从那个上面来的颜色，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个猎装这个感觉很英伦风。对，然后这件衣服其实后面很有细节的，一会儿你可以看看后面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活动褶，就是你手可以往前面抱一抱，你会发现它这个褶会张开，就给你提供一些活动量。然后下面有一个腰带，这个腰带就是它可以让你看起来你的腰是从这里开始的，下面就会显得长一些。然后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弧形的拼接片，
然后这个拼接片就可以让你看起来这一部分比较宽，就显得你背阔肌会比较宽，就是也是有一点点的小巧思。因为这全部都是平原方中自己设计的。对，那这一套，这套我觉得就是平时穿了，因为我跟工作相关的话，因为它的像这些口袋啊，它会上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细节，这个是为了让这个口袋容量增大一点，它会对那边我还没开，你可以插一下这边，它插起来就会好，这个褶会打开，对，但有的品牌会在里面再做一个别的颜色，但我觉得这件衣服已经够复杂了，够花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感觉。确实，我对这件衣服设计比较满意的是背面，确实。就刚才我们看的，对，因为我之前跟一位健身博主合作，就叫严帅奇，然后他就是肌肉很大的，然后他就需要有活动量。好，那我们来再换下一件哦。好，换好了。然后，这个颜色很特别，因为白西装。对，它是白色里面带一点点暖色的这种棕色。然后这个衣服其实是我们未来所有整个品牌发展风格的方向，我们会往这方面靠。因为我觉得就是，现在市面上的很多西装，它是希望把你做的很有力量感。对，然后让你看起来比较不好惹嘛，比较张扬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我觉得，其实我个人的性格是比较偏温和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西装也可以把它往温和的方向去做。所以我是希望我们未来的品牌能够在温和的方向多有一些新的发展。其实包括你这一套也是这个白色跟灰色的，然后也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。而且你今天里面你其实不是穿衬衫，里面是穿的是我就穿了一个打底一个小毛衣。对，这个也是你们的产品。对，这个毛衣是我们的产品，这是也是一个化纤大王经典的，这个只加了5%的羊毛和5%的羊绒，然后但是它手感跟纯羊绒差不了太多，真差不了太多。感觉这个感觉一定要跟你买一件。好，这个你不用买了，下次我再给你寄一件。好的。然后这件衣服主要一个特点是它所有线条都是圆角，领子也是圆角，这是你特别要求的对吧？这些对，整体就是一个柔和感。因为我是一个比较2次元的人嘛，然后这个衣服的灵感它其实来自有一部动漫叫《未闻花名》。然后那个动漫里面就是我小时候看哭了，我觉得里面每个人都非常温柔，然后我就觉得用那个浅色，然后去用这种温柔的感觉来呈现一件衣服。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小扣子。它是一个果实扣，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核桃的壳做的东西，然后它上面就是用高温去烧了一点点纹路出来。所以你看，然后不经意就露出了一个烧爆的地方。对。还是要有一点这个，像你们这个紫色之后还会换吗？或者是有不同配置？应该不会换，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微调，但是总的来说紫色是一直有的，因为紫色是我们的品牌色。难怪你的那个 logo 都是放紫色。对，我们都是放紫色。然后再介绍一个，我觉得我很喜欢平原方中的地方是它的笔带是独立的。是。对，它是笔带是独立。不过我觉得有个点是可以做深一点。对，因为有些笔它的扣痕在上面，因为像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。对，而且像我们常常就是那个笔，我们都不会买太好，因为太容易掉了。对，你买那太好，刚你一掉了，真的很心疼。所以后来我们就一般的这种那种一个笔盒的那种笔，然后就扣着，反正上节目嘛，那个笔好看不好看不会有人理你。对，正式场合也许你可以配好一点笔带，但是因为深一点其实无所谓，它是扣着的。对，它就哪怕它滑下去，它也不会滑太深。是，我相信你当时做短是因为它滑下去，对，怕它滑下去就那个。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笔的话，它如果它是比较一般的笔，就是我们市面上那种塑料笔，对，它会长出来一截。我也发现这个问题，但这个说实话，是因为我没有用笔的习惯，所以我之前其实没有太考虑到。但是有一次我放笔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们做产品这个真的对，而且我觉得你这件不错，是它是雾面的。对，偏雾面的，它就不会那么亮，因为它太亮，它会很黑。对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拍摄的背景是白色的，它不太容易融进去。对，它其实虽然它主视觉是白色，其实它不是真的白色，它是偏米色，再带一点棕色，觉得挺好的。最后来问平原方中，你觉得我们今天我们要去办这个李翔的年终见面会的话，那我今天就不穿我的了，我就让你挑吧，给你决定。我觉得穿这个会合适一些。好，另外2个都会比较。是休闲感的，你可能平时自己录节目去穿，但今天你穿一个双排扣，然后带一个枪脖领，而且我们这个枪脖领不太张扬，对，就是它会显得更正式一些，更严谨一些。那你觉得今天需要带到这个？我觉得看别人吧，就是看你，因为你会早到会场嘛，然后你会
看到其他的王骁肯定有领带，其他的嘉宾穿什么，不一定，但他最近很爱用领带。对，就看你看其他的嘉宾穿什么。如果大家有打领带的，那你打 OK 的。但如果大家都没有打领带，或者大家都穿的比较休闲的话，我觉得就没必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搭配这个，然后我们就现场见啦。你姓平，名媛对，方我中。姓平，名媛方中，从小就取这个名字。对，从小就起这个名，我爸起的。就他说天圆地方，至圆行方，然后这个古代中国人认为是，天是圆的嘛，地是方的，然后中呢就是意思是要走正道，就是类似于你行走在人间的大道之上，然后圆方就是它可以包罗万象嘛，然后有世界的意思。我们二次元一点就会懂，就是叫扎瓦鲁多，就是 the world 啊。你们公司还有其他设计师吗？有其他设计师。但是你要总集成。对，我们是基本上是我会给一个概念和框架，然后我们的设计师来帮我去实施，然后我们再在上面改款。是这样的。确实，现在我自己如果所有的款都是我自己来画图的话，是有点搞不过来了。对，你现在业务在扩大嘛？是。就据说今年做的还不错，去年做的还不错。对，还可以。我们比这个24年还是有增长的，但我觉得这个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我们的规模很小，所以其实24年到25年，我觉得25年才是我们真正开始的一年。我们从25年才开始正式去做什么春夏秋冬的4个系列，然后每个月有稳定的这个产品的上新。对，包含这个过程，其实你还有就是等于说你的扩编啊，你的组织架构的再造啊，其实对你来讲，去年应该是很挑战的。是的，25年就是我应该是从我出生以来最忙的一年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。我也通过这段时间去学习了很多东西，包括你跟这个之前我们作为一个个人 UP 主来说，我是自己写稿子啊，自己剪视频，但是你之后涉及到你要跟其他的同事去协作，可能有别人帮你去做一部分的剪辑的工作，然后你的设计出来的产品要交给工厂去制作，然后你要去打样，然后你要去采买面辅料，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需要一个流程，需要跟人和人之间的沟通，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事情。但是我们就是我觉得我目前适应的还不错。我觉得对你来讲，你的合作是没有上限的啊。对，可以跟只要可以跟任何博主，只要他愿意这个穿新的衣服的话，而且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一点，因为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穿着需求，然后我就可以去了解各个职业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衣服。比如我们之前跟厨师合作过，然后厨师的需求其实也蛮有趣的。它其实理论上来说，它是需要2种不同的衣服，一种是他在后厨做饭的时候、操作的时候的衣服，然后作为一个主厨来说，你有需要去直接面对你客人的时候，你可能有的时候在吃饭吃到一半，主厨会过来问你，今天的饭怎么样？但它其实是2个需求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在中间换衣服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去解决它？就可以把这个领子做一点改造，让它可以有2种不同的穿法，它可以有在后厨操作的时候，它可以是像这样立起来的，那这就可以防油。然后你到前厅跟客人去交流的时候，你就把它翻下来，然后你哪怕之前这个地方已经被溅上油了，然后但是你把它翻下来，那个地方就盖住了。有这些很有趣的点，跟不同的人合作。然后健身的嘛，又是因为他们的需要很大的活动量，他的肌肉的结构已经跟正常人不一样。对，跟正常人不一样。他凸的地方跟我们都不一样。对。然后甚至我后面做那个褶，我们合作那个健身的老师，就严帅奇，他就站着呼吸的时候，这个褶都会一张一合，就很酷，我自己觉得是有种像机甲的感觉。而且这种东西是在一般的西装是没有呈现的，对，会比较少。对，哇，这太有意思。可是像这么多特色的西装，对你们来讲会不会有，比如说仓储的问题啊，或者是说你们怎么样去配置你们的？这些它的量能怎么做？会有肯定是会有，但这个其实也是涉及到我比较对不起我观众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比较对不起我观众的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最早做产品的时候，我个人其实比较反感那些做饥饿营销的人。就是所以我一直跟我最早那个产品做的时候，我会跟大家说，我们的产品不会做任何的饥饿营销，因为我们就是我都会始终备足量，让你想买就能买到。但是后面这2年确实有点难以做到这个事情，因为确实你的仓储压力会变得很大。我们现在的仓库我们今年刚刚开始
做自己的仓库，然后我们年初的时候是大概300平，现在已经扩展到700平，但是这个700平也又已经快放满。对，所以我们确实不敢每个款做的很多。因为你有各种的尺寸，对，然后你有各种的款式，然后随着你的款式不断推陈出新，然后这个等于说，那你还有一些经典款的，你又不能完全把它淘汰，有一些可能它真没销量就算了，对，但是可能是很困难，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，确实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款它都一直可以买到了。现在是这个，但我们也不会刻意去说什么这个东西明明有100件，但是我就只给大家买10件，过2天我就加10件，这个事儿我们不会干。但是确实是有的款之后可能就没有了。我觉得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解决这个东西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已经都卖完了，然后你就没再出，那你就等于特别做嘛。那我觉得在价码上面你可以调整一点，因为有些人他真的喜欢，对，可是你已经卖断了，因为已经没有在常规铺货的话，那我觉得可以就是说选择加价嘛。明白。我专门客制化帮你服务。那当然你就要衡量一下这公司的资源跟这里面导入导出的时候，它到底合不合适。可是我觉得如果像我的话，那我们的这个是有一点点消费能力的，那我就会想愿意为这个付多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可能之后可以放到线下去。对，可以放到线下去。比如说这个是我22年的经典款，然后今年要出复刻。那这个复刻呢，我只给线下老客户，然后你们就定制，然后时间可能拖得比较长一点，然后价格上也不会像当时大量铺货那么多。对，但是我可以做成你的尺码，这样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也是 OK。有点类定制款，对，然后甚至可以做一些微调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。